胖媳妇植发了，原因是啥呢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去齐齐哈尔夜市，然后温迪他玩砸蛋，玩完走的时候动作太大，把一个无辜的蛋给带到地上碎了，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，走了之后被人家老板追上了，老板过来把我老公拉住了。哎，你媳妇带碎俺一个蛋啊，你得赔。大胖媳妇听不懂呢，只有张大姐挺身而出来翻译。谁那么碎的？你是说我的奶奶吗？老板说对，然后让你爷赔钱。赔完钱，张大姐就跟他爸说爸爸，他说你是我爷。大胖媳妇当时就有点不乐意，然后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去玩套圈。温迪玩完了，赢了2瓶红酒，但是他不知道有奖励这个事儿，人家套完圈走了。老板就跟张大姐说，你说谁赢的这2瓶酒，咋还赢完了人走了呢？那奖品他不要了。张大姐说这是我奶奶赢的，但是奶奶去哪儿了呢？大胖媳妇这时候噌家窜出来，把酒咔家拿走了，给我就行，我是他爷，我是他爷。张大姐笑话他爸，他爸说你不用笑话我，你跟我比你就是有头发，但论脸我长得比你年轻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老公，今年你过40岁生日，我送你一个昂贵的礼物，我请你去植发。大胖媳妇不愿意植，我好说歹说给劝去了。那植发的本质其实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医生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家徒四壁的情况，跟我说你放心，我们医生会尽力的。于是开始给他剃发。朋友们，咱们从小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，就是那剃发推子滋滋滋响彻云霄，斩断着俗世的烦恼牵挂。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烦恼牵挂居然能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。大胖媳妇就这么蹦蹦跳跳去植发了。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，我饿了，我偷摸回家吃了顿饭，然后准备带着一家人去迎接手术出来的大胖媳妇。马上出发了，拿铁说家里一个人都不能少，非要带上俺家户口。我平时带狗出门都会用滴滴专车携宠出行服务，宠物友好不拒载，而且在全国49个城市上线。幸亏这回有滴滴专车来接我们一家。评论区链接还能参与福利活动，快看看吧。结果在车上我接到了医生打来的噩耗，跟我说情况不太乐观，我们医生确实已经尽力了。你也知道这个植发呢，得先拔出来头发，再植到秃的地方。但是您的爱人呢，后脑勺能拔的头发都已经拔光了，依然不够覆盖他这个秃顶面积。现在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他秃的这2个区域，你是保前还是保后？不舍弃一个是不可能了。我爸跟我说，那要不然就搁我这儿取点头发给他植上的，我这大岁数了，我头发可多了。我说爸，你那个头发长不到他脑袋上，那个羊毛它只能出自洋人身上。我都没敢告诉大胖媳妇，当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他的家人的反应可太让人寒心了，众叛亲离。我当时逗我婆婆，我说那个温迪啊，医生说这个时候需要没有传染病史的直系血缘家属捐给他1000根头发毛囊，你准备一下子吧。温迪说我不行，我有传染病，我有那个脚气。你看张大铁呢？最后医生无奈只能选择把他胡子的毛囊提取出来，种在秃顶的地方。这种植发叫醍醐灌顶。大胖媳妇就回家养这个脑袋了，这手术还挺大，真挺疼。他怕睡觉压着脑袋肿，一晚上都没上床睡觉。我叫醒他，怕打扰我就出去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爸去我家那个从来没有人去的储藏间拿东西，一开门给我爸吓个跟头。我爸说这湛亮的大脑袋上边还几个疤了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什么玩意儿在里头圆寂了呢，圆寂了呢。朋友们，我的肋骨好像断了一根，大胖媳妇压的。这个视频可能很多朋友们看见过，是我另一个号的开头，很多评论都在夸这个转场好丝滑，好有设计。其实背后的真相很吓人。他把我翻过去之后，给了我一个爱的抱抱，但是他发力的时候被桌子绊了一下，所以他这个爱的抱抱是非常失控的。我当时就喘不了气儿了。当时痛过之后，我很生气，我让他减减。他说他虽然胖，但是体检没啥事儿，他是个健康的胖子。我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的健康，是我的健康。有人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，在咱俩的关系中，这肋骨你咋还往回要呢？往回要呢？我说你呀，你尤其得注意，你们家是有巨型肥胖基因的。这个男人被我一顿轰炸之后稍微顺从了，但是我呢要出差1整周。我出差之前就跟家阿姨说，我说姐，我求你，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控制一下 Jamie 的饮食。我把你家零食全扔了，他的外卖软件是我给他注册的，我给他退出登录，他也不知道密码。今天开始他只吃你做的饭，压力给到你，让他瘦下来。喂，周姐，就是 Jamie 听话不？Jamie 挺听话的，也没有顶外卖，晚上也没有吃零食。啊，那就行，我主要就担心他。但是有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就是咱们家我给毛毛准备的那鸡胗没了，狗的鸡胗没了。虽然鸡胗嫌疑人非常有作案经验，但是监控录像里依然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毛毛的2斤水煮鸡胗都被他给爆炒了。其实想减，找个科学的方式也没那么难呢。那要想减的话，早就应该问问聪明的豆瓣 APP 啊。抖音研发的 AI 软件有问题直接语音问他，回复速度很快，而且除了文字还附带相关文章、视频，非常高效全面。就不管是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的问题都能问，可省事了，而且完全免费。然后为了炸出来大胖媳妇到底都偷吃啥了，我让我一个同事拿着绿豆糕去炸张拿铁。俺家只有他有这个叛徒的潜质。拿铁，所以爸爸在家偷吃零食了吗？没有。那毛毛的那一盘鸡胗去哪儿了呀？不知道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绿豆糕。那你告诉我，爸爸的鸡胗是什么味的呀？我鸡胗老辣了。老辣了呀？那你来，你过来，再来悄悄的，你跟我过来。来，我给你拿一块绿豆糕，给你1块绿豆糕。你告诉我，那爸爸上次偷偷吃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看见？
了吗？是什么时候啊？晚上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还说什么了呀？只想跟他去看什么？去看鱼。我同事问我姐这啥意思？我想了一想，我说我猜啊，我猜你们晚上下班的时候，顺道在法院旁边那家驴肉火烧停一下，帮我看一眼，是不是带孩子上那儿看驴去了？于是晚上8点半，吃驴团伙在驴肉火烧店被抓了个现行。我有点想明白了，有时候人呢就是命，我可能永远都管不了他。我们去重庆看着一家人体彩绘，张家铁想做，大胖媳妇也要做，他查了一遍可做的词儿，最后选的是沉溺，他觉得很浪漫。结果我们买的船票到点了，马上就赶不上了，我们说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赶紧走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于是他的沉溺做了一半，只有一个沉，他炫耀了1个月，炫耀了1个月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通过中介找房子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最近我们需要重新租房子，大胖媳妇就说，当初如果是我找，肯定能找更便宜的。我正好要出差，我说行，那这回就你找。中介的水多深呢？可以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但是我怕他真上当，我还托我一个小同事跟他一起去的。结果第一次看房差点让人给打了。他跟我同事说，他跟这个中介自己就能沟通，说中介告诉我们到什么什么小区找蓝楼3单元502。其实呢，这个来自湖南的中介朋友说的是南楼。按说呢，正常小区它没有蓝楼，好巧不巧，这小区它就真有，不光有蓝楼，还有各种颜色的楼。大胖媳妇就真找到了这个蓝楼，结果中介迟到了，说你找那个电表箱，电表箱里有钥匙，你先进去，房子是空的。按说呀，此502非彼502，电表箱里不该有钥匙。好巧不巧，他就真有。结果隔壁出来个老大爷，开门就骂他，要削他，说人这家住的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入室抢劫？要报警。我同事跟人解释说，哎呀，大爷误会了，入室抢劫啥呀？入室抢劫哪有带自己2岁儿子作案的？老大爷，这孩子一句英语不会说，我怀疑他孩子也是拐来的。等了一会儿，这个蓝蓝不分的蓝蓝终于来了。进去之后看了房子，领大胖媳妇看了4套房子，没有一套是之前联系时候要看的那套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要看的那套。中介说那套租出去了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这样我可以找律师告你。中介说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跟你说点实话吧，你如果能把预算抬高一点，能找到更好的房子。大胖媳妇说，不用你说，我要是预算高，我还能买呢。然后就跟中介生气了，但因为小区里边太大了，最后还得让人家用专车把他跟他儿子给拉出来。等我回来看他找那房子，我说这都啥玩意儿啊？我说指着你可咋搬这个家呢？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他上火，我先把东西都挂我闲鱼上卖了，我都卖好几回了。全新的戴森吹风机、阿玛尼口红礼盒、胶囊咖啡机、剃须刀、破壁机、空气炸锅电饭煲，还有这个挂烫机，我这些都没用过，15、50全断舍离。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找到我了。你们有什么闲置也可以挂上去卖了赚点钱。第二天又看了一个，去之前吧就挺好奇，房子挺大但贼便宜，我同事就担心说，哎，你说不会是个凶宅吧？你8字怎么样？大胖媳妇说，我8字属于那8字啊，那8字啊。到了地方找到了便宜的原因，自称阳光房，房子的一半是自己打出来的，没有屋顶，玻璃棚，那叫一个晒呀！体感温度40多度吧，拿铁都说热。太热了。中介就说不热，待会儿就好了。结果真事儿啊，出门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玻璃门得从里边拿钥匙开，因为这房间太热了，钥匙插进去之后发现化了，烤软乎了，拔不出来了，最后跳窗户出去的。大胖媳妇出去回头还跟中介说，不热，房子不错，有点费钥匙，我就不租了。对了，你把我儿子递给我，最后一次还真找了个还不错的，是另外一个外国人住胡同嘛，现在要走要转租。大胖媳妇一进去，俩人就唠啊，他俩最喜欢的点居然是这房子啊里边有厕所，门口还有公共厕所，他们就好喜欢这种所谓的就是老北京本土文化，天天跟老大爷老大妈抢厕所。大胖媳妇很喜欢呐，快走的时候那老外给他拽住了，说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，哥们儿，你上蹲便怎么上？大胖媳妇说怎么上？衣服全脱了挂门上啊！那老外说，你看我就知道，我也是，那半夜黑灯瞎火的，我漂白一片，吓坏好几个老头了，影响挺不好的。关键是吧，这胡同80岁以上的老大爷还剩6个，老大爷们都很善良，都是好老头，我很爱他们。你注意点，一共就剩6个，下面一个少一个，下面一个少一个。我就是说吧，有啥不会的，会和个好。